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的逼是装足了的。我也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大户人家吃的豆腐。我还想问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豆腐可以这么张扬了？非常夸张。而且这家店很贵，但是又巨多人去甚至周董都来打卡过这家店，所以今天必须拉上姐妹过来看一下。我发现从这儿进去开始到整个院子都是这家店，牛逼啊！接着就是穿和服的姐姐会把你领到包间去，然后路上跟我讲了些我听不太懂的什么园林设计，走了半天才到我们的包间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今天的菜品。放眼望去，基本上就是各种菜配豆腐。第一个前菜就很精致，小姐姐也会给你讲为什么会这么搭配。比方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豆腐跟海胆，说是海胆可以衬托出豆腐的香醇不过确定没有说反吗？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像豆腐，它像蛋花，不过还挺好吃，主要还是海胆好吃。旁边是一坨红薯加一根炸虾，这个碗里面装的是葱、番茄和一片烤鱼，就越吃越饿。这个荷叶卷的东西更可爱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三文鱼寿司，还有一点叶子的香味，就特别的清新爽口。接下来上了一笼烤豆腐，这个的吃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卷着葱吃就可以了。最开始是咸甜口味的酱汁，然后就是烤豆腐独特的那个油香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嫩的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很有层次感。吃了油的东西之后再来一份生鱼片，考虑非常周到。这个白色的是血子，是一种鳗鱼的近亲，比鳗鱼的肉更嫩，不过味道会淡一点，所以更适合蘸酱油吃。酱油里面那个是紫苏叶的花朵，没什么味儿，就是好看。这个好像是某种鲷鱼，蘸一点酱油特别爽口。接下来是一盘茄子，上面是萝卜泥和小虾，然后上面那个虾是甘甜的味道。茄子吸满了下面的汤汁，然后又是一个豆腐名物，这道菜叫豆水豆腐，然后这个豆腐巨扎实，厚实的不行。旁边那个小绿芽是纯菜，就整个这道菜吃完你会觉得很清凉。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。接着终于上了一份荤菜，炭烤和牛，还不是煎的，一端上来那个烧烤味巨浓，特别香，淋上一点烤肉汁更好吃，表皮酥脆，但里面还是嫩的。然后又是一份主食，叫银鱼饭，就是镰仓那边的一种小鱼，煮熟之后就是白色，吃起来其实是一种草的味道，米里面是有油的。然后最后的主菜是一锅很浮夸的豆腐，那个白色的汤其实有一点像豆浆，但是比豆浆更稠，味道更浓。然后豆腐的口感特别好，先是 Q 弹，然后会一下化开，那个豆子的醇香特别美妙。最后的甜品还是豆腐，有点香草的味道，然后还上了一份枇杷果冻。最后我们吃了这么多，这家店总体来说豆腐确实很特别，但是值不值这个价格呢？你们说了算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卡玩意儿，这东西它真的很难烤，但如果它烤好了，那肯定会是神仙的味道。重庆的烧烤真的很牛。今天来重庆玩，我问了我重庆的亲戚，吃了火锅还可以吃什么？然后我姐跟我姐的前男友都说这家店好吃，他俩真的很难意见一致，去试试看吧。非常的迷茫，但就是很想吃烧烤。就来重庆第一顿还是先吃烧烤吧。这一次故意叫了一个专车，上一次那个师傅太恐怖了，那个师傅给我介绍了很多好吃的店，但是今天就想吃烧烤，就是没那么多花里胡哨，直接点招牌菜。我觉得他家的烧烤和兰州烤肉很像，就是都不会提前码料，用新鲜的肉边烤边上料。先来20串猪板筋，科普一下，猪板筋是猪的背脊上面的筋，是猪的身上最好吃最贵的一个部位。烤的时候我悄悄说了一句不加点辣，这个也成为了我今天最后悔的一句话。不是重庆人是不是感觉多加一点辣这句话有一点挑衅的意味？师傅是先烤，然后上了料再烤，然后再上料，这个辣椒量是怎么回事？我说老板你可以加一点辣，我没让他加这么多辣。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嚼起来的第一瞬间其实有点像猪耳，接近牛筋，但是比牛筋更脆，也更容易嚼烂，又脆又韧。我现在这个嘴巴的色号就是重庆色。然后是烤鳝鱼，烧烤鳝鱼真的是鲜品，最期待的就是他们家的鳝鱼跟腰花，而且这么大一串，吃起来没有土腥味，肉很紧实，比鳗鱼还要嫩一点。不愧是重庆的烧烤，味儿给的真的很足。然后来到我们的腰花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烧烤用这么厚的腰花烤。他们家虽然腰花8块钱一串，但它真的很大一片，一般都是用那种很薄的，对吧？其实那样吃起来很不得劲儿，这种厚切着吃起来才会有腰花的实感。拿菜的时候就看得出来，又厚又肥的一片，改刀很细，很入味，吃到嘴里真的是很嫩的口感，上面撒满了洋葱碎也很加分。喜欢吃内脏的人绝对会特别喜欢这个。猪肝经常吃，它家不是那种滑嫩的感觉，吃起来会稍稍比较粉，干的香味真的很浓，就是喜欢这种焦焦的藕片。它就是辣的我头顶直冒汗。它这个五花肉烤的还很油润，给嚼烂之后爆出了油脂，只有你的舌头能明白。好肥好喜欢，肥瘦相间的牛肉串，这个也是我烧烤的必备。我发现他家会让你上瘾，不行，我还是想吃那个腰花。他那个腰花真的很带劲，吃辣真的可以分泌多巴胺。以后如果谁想谈恋爱了，就带他来吃辣，治好了。炒饭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，金黄金黄的，特别配鳝鱼。但是我建议别让老板加辣，再强调一遍，不要让老板加辣。就是它标准的辣味是最好的，太辣的话嘴巴会忽视别的香味。自制一份鳝鱼腰花盖饭，我其实觉得这个可以单独拿去卖，48块钱，特别的满足。碰到了一群巨热情的重庆粉丝，悄悄帮他们买的单，让他们吃得开心。最近去了很多城市，切真的感受到了，当你品尝这座城市的美食的时候，真的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夜色降临，这3、5号又在这吃个烧烤，奥巴死笑嘛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好吃，很辣，卡面。古时候的日本人就很喜欢吃寿喜烧，甚至连日本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个男人都亲自来吃过。这什么排面啊？他们家的一片肉是5830日元。OK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就是从1869年开业至今154年没敢关过，这不废话吗？天皇老爷都来吃过的店，我为什么要关啊？
所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快上车！这家店位于京都，也是我们在日本的第2个据点。我们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啊！怎么每次到吃寿喜烧的日子我都很开心啊？我是不是好店都会配上这么一个悠长的隧道啊？换好鞋子，跟着小姐姐，你就会被领进一个硕大的包间。它这个地方点菜非常传统，用的是那个直连座机，然后最贵的肉是5800一片，点好之后就会上小菜，5个开胃小碟。有牛肉沙拉、土豆沙拉、1小块甜笋、1小块豆腐，最后一个小蛤蜊。吃完这个还有个前菜啊，不过是很好吃的和牛寿司，而且它的这一片很厚很肥，和牛淡淡的奶香一下就会让人开胃。最后是一碗煮的青花鱼饭团，很日本很清淡，可能是为了接下来修正味觉吧。吃完之后，小姐姐马上就会来做寿喜烧，用牛油刷好锅之后，铺上一层白糖，就直接这样下肉，主要是要让和牛的脂肪和糖一起融化，然后再倒入料汁。京都寿喜烧那种独特的鲜甜一下就会冒出来，然后直接把带着热气的肉淹没到蛋液里，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。他们家的这个一片肉真的太大了。不行，我要吃饭了。那种焦糖再加上寿喜烧料汁的味道，你很难做到不往嘴巴里面塞米饭，就像拉面必须配上叉烧。下了一半，直接一口了吧。和牛裹上无菌蛋液之后，稍微嚼一下，和牛的油脂香就会蔓延在你整个口腔里。如果你觉得腻，可以来一筷子小银鱼盐白菜，味觉修正。然后第2锅因为要下蔬菜，所以下了2片肉，加了菜之后，熬出来的料汁的味道会变得更。第2碗我一般喜欢用和牛卷的葱根吃，而且是那种脆脆的葱根。我真的很想端着这个盆吃，葱跟那股微微甜的味道，就是给和牛物理提鲜。煮到这个时候的豆腐也很入味了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筷子轻轻一夹，碎成2半，再蘸上一点蛋液，你甚至都能尝到豆子的香味，像是用面包蘸奶油蘑菇汤。煮到最后的魔芋丝已经变得很软了，它虽然本身不入味儿，魔芋丝也是寿喜烧里面最卷蛋液的。蛋液也很香，吃到一半你还可以换一碗新的蛋液，这种茼蒿里面夹着一点魔芋丝，也有一种脆弹脆弹的感觉。我还专门拿了一片牛肉烤到了最后，它已经是一个焦褐色的状态了，但是它特别的入味，所以要多裹一点蛋液。这一片130克，你下肚再加2口米饭，就是至高的满足。京都的寿喜烧就是缓缓的用牛肉的香气慢慢塞满你的胃，最后再来一个甜品，非常的爽。而且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维尔。神奈川，一个我深爱的地方，也是我在日本住的地方。来日本3年了，我也成了被神奈川浇灌的其中一人。你要说最早知道这个地方，可能还真是镰仓高校前，但是你一旦住久了，就会发现它不会成为你爱上这里的原因。但是要来神奈川的话，应该怎么玩呢？首先早上的体验和晚上的体验特别的重要。那我们就从早上开始。早饭我推荐在镰仓的有利多库多这家店，是一份很日式的简餐，很便宜。江之店会在你打鸡蛋的时候从你面前开过，所以那个什么，打快一点。千年古都的早晨就这么从一只烤鱼开始。当然早餐还有别的选择，你也可以在沿海的比鲁斯看着海景，吃柔软的 pancake， 还可以在喜利乌斯酒店的70楼俯瞰着全市吃早饭。吃完早餐以后还可以在横滨的海边散散步。泡面博物馆一般会是我去的第一个地方，这里陈列着全世界各种有名的泡面。我们中国这边的代表是老坛酸菜面，居然没有泡椒牛肉。当然3楼还可以定制一碗自己的泡面，随便你画什么，随便你想吃什么味道，根据心情来就行。饿了还可以在这来一顿下午茶。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坐着江之店开始玩，每个站都很有流量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每个站都很值得打卡。海街日记、灌篮高手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倒数第2次恋爱，故事都在这停留过。特别是极乐寺这个站，大家应该巨熟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光是这个站的设计就很好看。还可以去逛一下商店街、变泽田重建市街。果然这里的街道就是最接近日漫的地方。下午快天黑的时候还可以去逛一下长谷寺，夜晚的灯光和红色的枫叶，小情侣牵着手在这逛街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但是你要说横滨最美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晚上，因为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灯光秀。想象一下和喜欢的人牵着手在这个地方溜达，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。逛饿了的话可以在，这不是什么，怎么会有人饿这么快？但是别管，我就是想吃那个芝士芋泥和那个披萨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力气，也可以看一下江之岛的夜景。这个地方叫湘南的宝石，每天下午5点开始点灯，亮灯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震撼。你甚至还可以上到灯塔上面俯瞰整个江之岛。其实除了灯塔，岛上还有很多夜景都可以看，但今天其实讲了这么多，也只讲了神奈川的1/10。这次主要介绍神奈川可以在早上和晚上玩的景点，剩下的就等你们来找我玩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维尔。马肉，这个不是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吃的东西吗？而且作为中国人，我一直都觉得马肉离我很遥远，像是几百年前的饮食文化。但是在日本，真的有几百年前的马肉店还开着的。总会有人说，人一旦吃过马肉之后，他就会优先选择马肉了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所以我就搜到了这家店，在日本我能够找到最老的马肉店，1905年开业，那个房子就一直在那儿。すみません、ご飯2つ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得去看一下，他已经开业120多年了，然后一直没关过。真的有那么多人吃马肉吗？
あ、すいません。15時予約したようです。这家店在吉源，继父泰兰的妹妹当年就是在这儿打工，菜单就是墙上这些了，只卖马肉。你要是吃不惯，还没别的吃。反正也没吃过，我把他们家这个全部点了一遍。好了，今天废话太多了。第一个菜就是非常重磅的生马肉，这个是生拌马肉，把鹌鹑蛋的蛋液裹匀就可以吃了。但它这个有照烧的调味，我还没尝出马肉的味道就吞了。马肉刺身的味道就很清晰，入口是非常清爽淡雅的感觉，蘸不蘸酱油都可以。然后嚼起来有点像鸡肉，有一点点接近鸡的鸡脖子。接着是煮的马蹄筋，我本来以为马肉是那种狂妄外放的味道，但它越嚼越清甜。那我们还是加一点六婆吧。可以赶紧去抢。好了，继续吃菜，这是马腿肉配海胆，有点像校霸和语文课代表谈恋爱，你以为是威逼利诱，但实际上两情相悦。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味道很配。然后是马肉牛排，煎马肉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吃法，马肉纤维里面的脂肪很少，完全不像和牛，然后它也会自带一股淡淡的坚果味道，也不知道它用的是肉马还是野马。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马肉寿喜烧。然后这一盘肉是2人份，22000日元。第一盘是纯纯的马肉脂肪，也是我觉得马身上最好吃的地方，吃起来像是轻盈版的鹅肝，肥油虽然会挂在你的舌根，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很腻。接着就可以开始下马的里脊肉，切记要注意一点，就是马肉千万不要煮太久。就这么一小的一盘，不是马肉有这么贵吗？肉还有一点点饭粉就可以捞上来，我觉得裹一点蛋液会更嫩。好吃，6、7成熟的马肉就像肉棉花，牙齿一下去它就断开。马肉丸子也很好吃，它里面和的居然是黑芝麻，沙沙的口感。之后就是豆腐跟摩斯，还有一些假肉，这些就跟普通的寿喜烧没什么区别。然后我们还有一盘炸马肉，看着很像锅包肉，但其实吃起来也很像。但就是它的里面可能会比锅包肉更软，说白了马肉就是更嫩，比起猪肉来说更好嚼开。然后我发现店里到了晚上就特别的有氛围，不愧是在吉源的店，有一种梦回昭和的感觉。总的来说马肉还是很好吃的，开了120多年的店还是有它的道理，但就是很贵。阿基推荐指数7分，卡威尔。